我是从台北来的。OK，那在台湾其实待到高中2年级。OK，对，但是我记得我在高一的时候，有人来我们学校发传单，说要不要来美国当交换学生。那时候我看了就蛮有兴趣的。但是第一年看了，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看到嘛，所以没有想太多。结果高2的时候，又看到那个传单了。那再看到那次，跑回家就跟我爸妈说：“哎，我想要去美国做交换学生。”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来了美国。但是交换完了我就没有回去了，就留下来了。所以之前是学的是那时候是高3，所以第一年其实来美国读高中。 OK， 对，那我前半年呢在美国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那在那个地方读了1个学期。那个地方整个小镇的人口只有2000人。哇 ，OK， 真的很小，非常的小，还帮忙扛那些牛饲料啊，在农场上面做这些事情，这样子。然后第2个学期我转学到了 New Jersey 那边去。New Jersey 的一个叫 Secaucus 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把最后1个学期读完，然后毕业。为什么会转学呢？转学的原因是因为 Louisiana 他们因为我们是交换学生，所以读的都是公立学校。那州的公立学校 Louisiana 州它不 graduate， 就是你是外国身份的人，你不能毕业。对，所以变成说我要把在那边一整年读完的话，我还要回台湾重新再把高3读一次。对，我自己觉得很浪费时间。不好说。对，那这因为是一个交换学生的 program 嘛，所以我就跟他们协商，我说你不要把我换来这个，就是注定要浪费我自己读书没读好留级就算了，对吧？OK， 读书有读好还要再重读一次的话，你不要这样子玩我，把我换到一个可以毕业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我换到 Jersey 去了。哇，很聪明。其实很多人其实你刚来这样子做这个决定，有没有人教你啊？其实没有就是误打误撞。对，我还蛮喜欢，就是说我一旦决定了就会去做这样子。挺好的。好像大多数人在美国，他们不知道好像要去说什么，好像OK， 你懂我意思吗？对，其实美国是一个想要什么就要自己去争取的地方。你不去争取的话，没有人会。对，不会像故事里面说的有什么贵人出现，看到你在做什么，然后来 offer 你这些东西，没有。比较少，至少没有到我这边来。对，男生比较少，女生可能会有。对，但是可能别有居心吧。对，可能是。然后大学呢，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一下？可以啊。大学是怎么样去选学校啊？这样子一个心态呢？OK，我其实，在 Jersey 毕业之后，因为其实美国的高中生通常都是高2开始就在申请学校了。OK， 申请了大学。那我因为是高3才来的，所以其实有点来不及。OK， 所以很多就是比较好的学校，想去的学校，我们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来不及申请了。因为你还要考试啊，考 SAT 啊，考这些不同的试。所以我后来做的决定是，我第1年到西雅图那边去，我先从他们的社区大学开始，就是2年制的学院开始读起。我在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读了1年之后，其实说实在，要是把2年读完，然后再去转去4年制的大学，通常会比较顺一些。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什么原因啦，但是我总是第1年我就急急忙忙转学了，然后后来我就转到了在西雅图的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西雅图大学，不是华盛顿大学。就想提前转过去。对，因为我比较想体验那种大学校的生活。对，不想在 community college。对，因为毕竟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对，虽然说实在，教育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尤其是大学一开始，我说真的没有读书读得很认真，所以对，那个年纪比较爱玩嘛，对，所以其实主要就是想要去大的学校，因为 Washington UW 他们那时候学校我记得4-5万人吧，学生，非常大的学校，那校园又很漂亮，所以就迫不及待的就转过去了。对，所以主要在那边读。你是学什么专业呢？大学的时候，我最终毕业是双学位，我是国际经济学，还有日
日文系呀，日文系 OK 日文系的算是日本文化这一方面的东西呀。然后在社区大学也是学的这2个专业。社区大学没有分专业，它就是 general education。对对对，一开始的这些。对，你可以为了就是说将来要去4年大学，想要读什么科系，拿它的一些课做准备。就是可能有一些学分这样子，对，它有规定说你要拿什么样子的，但是它没有分专业。没有。OK。对，但是因为我1年就转了，所以他规定的这些课程我也没有拿完这样子。对。OK。那其实你现在应该是从事的是这个法律界的这个，那你是 OK， 你又是学那个国际经济，加日语专业，对，那你怎么跟这个法律挂上钩的呢？OK，因为美国其实我们要在美国通常做律师，要去另外上个3年的法学院。对 ，OK， 因为美国的4年制大学它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法律系的，不像中国也好或亚洲国家，亚洲国家很多是我们大家联考或者是高考考上了大学，那我从大学开始就是读4年的法律系。美国大学4年制基本上没有法律系，他可能会，所以通常想要读法律的人，在大学4年制的时候，很多人是读他们叫 political science， 就是政治科学系。OK， 这一类的人最多。那通常会读这一类学科的，大家都知道说你未来想要去读法律。OK，那像我读经济又日文，然后后来跑去读法律的，相对的比较少一些。对，但是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压根也就没有想到说要去读法律系。那是什么样一个契机？你是本科完了以后，你又再接着读的那个 master？ 对，另外读3年，它是一个叫做 Juris Doctor， 所以就是一个3年的一个叫 JD 的学位。对，这个学位外国人比较少，因为很多在亚洲的这些就是大学是本科法律系的学生来美国读的不会是读3年的这个学位，他们读的是一个1年的，他们叫做法律硕士 LLM 的学位。OK， 那这个1年的学位基本上都会是外国身份的人。OK， 大部分比较多。所以我有一个大学，假设这么说吧，我今天是在中国读了4年的法律系，然后我毕业了之后，我就可以申请来美国的法学院读他们1年的这种 LLM 的学位。那我可能会有个 specialization， 我可能是读税法，我可能是读商业法、合约法这些东西。OK，对，那这一类的人毕业了之后，他可以就在美国考律师执照。他们也可以这样子考。对，但是他们就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走这条路的话是只能在美国纽约州还有加州考。OK， 就不是说全50州都可以考。这也是为什么假设你看，可能在中国的这种国际大所工作的，又有美国律师身份的律师，很多人都是纽约州的律师，或者是加州的律师的原因呀。就这样子就有一个对，因为通常是走这条路，对，因为相对的时间最短嘛。OK， 那可是在美国本地的律师的话，因为我们大学4年没有法律系读，所以我们一定要另外再去读3年的 JD。JD 读完以后，我们才有资格考律师执照。那个其实 JD 的话，相当于是 Doctor's Degree。它是叫做 Doctor's Degree 啊，但是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因为它不是 PhD，OK， 这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应该算是个 Professional Degree，就是一个职业的学位。但是学位上是叫学位 Doctor 没错，但是那个对，有时候你看人家翻译，他们会翻对法律博士这样对，说的好像很厉害一样的，好像搞什么研究这样，对，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博士那种做学术的精神在里面。OK， 蛮好的。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看很多这样的地，因为这边的 doctor 是种类很多的嘛。对，尤其是假设说你今天读的是一个 PhD 的话，你尤其是一个讲英文的人，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你假设叫他的名字，他可能会会 correct 你，跟你说是 doctor 什么什么 ，right 对，那律师是 JD 的话不会有这回事，你不会碰到一个律师跟你说叫我 doctor，it makes no sense。那就很奇怪了。那所以其实你就是在读那个，那这样子读的话，其实对那个语言要求挺高的吧？你是怎么样去一步步适应这个语言？